我的爱人呢就叫展文莲。人体冷冻现在叫低温保存，我们这是第一例。过去3年多了，你看不见，你只是知道它在里头。过生日了，那就买束花过去看看。这么多年，他的手机那个号码一直在用着，也没停过。他手机里面就是邓丽君的歌，放音乐，也许能听得见。1967年，第一个被冷冻人到现在，应该将近500年。80年代，我建立起的低温血库，世界上是第3个国家吧。自从2017年8月份公开第一例以后，我们一共实施了10例。现在在全世界能够独立实施人体低温保存的是4家机构，包括美国的阿尔科、美国的 CI 和俄罗斯的 Karash， 以及中国的山东银丰。我们成立医学伦理委员会，这个项目涉及到法律、医学、伦理、宗教，包括亲情，包括爱。我们在一块儿生活了接近30年了都。15年的时候查出来是肺癌晚期，他始终跟他观念，你看我能吃能睡的，我没病。化疗这一下做了4次就不做它，有的时候爱是会过头的，他觉得难受了，别做了吧，自己就有点放松了，发生转移就很快了。年28回来的，想回来过年嘛，又打的120，当天又送回去。他说这好像是真不行这一次。前前后后坚持了2年多，到医院，那临终关怀这个病房彻底没办法挽回来了。有一次我跟他们主任聊天，他是看着我挺痛苦的，说你什么打算？我说那怎么办？你想过没有？冷冻这个，那是出乎意料的。我以为这个事很遥远，都是国外的，就搜了很多相关的那种。第2天我就实地到那里去看，整个专家组都过来评估完以后说，照现在这个状况是可以的。那个时候是有疑虑的，冷冻以后保存多少年，费用怎么说？我是担心的，真的是他醒过来的时候他会很寂寞、很孤独，他的记忆就保留在当下了，怎么办？最初最朴素的一种想法就是说，舍不得，人还是要抱点希望，万一呢？我不会幻想着说3年5年解决这个事儿，但是我觉得10年20年完全有可能。我当时跟他去讲这个事情，你这个病呢，医生暂时现在解决不了这个事儿，但是有一个办法，给你换个地方让你睡觉去，一直睡到医院能解决你这个事儿，到时候我来教你，你愿意吗？我说你同意了，你就挤挤眼，或者我点点头，或者捏我手都可以。他马上就能反应过来。8号我们就开始放弃治疗，符合咱们现行法律判定医学上人死亡的，有时候签完字的，整个降温过程55个小时，我们就隔着玻璃就看了，只有我们自己家人能看得出来有变化，脸稍微有点小了，因为他病的时候脸是水肿的，我一下就石头就落地了，我现在觉得挺好的。这就是我们人体低温保存的液氮罐，其中有双人罐，也有4人罐。年龄最大的就是刘老太太，她72岁；年龄最小的呢，是一位13岁的小男孩。这个病人是我们最新实施的一个病人，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教育企业家，40多岁的时候突然被查出了癌症。2位儿子知道母亲获得了不治之症后，非常的伤心，他们坚决选择了参加了人体低温保存。我们做了多次的动物实验，用比克犬来证明我们的程序降温。我们请那个国外的专家 Dr. Aaron， 他们一块研究外科的麻醉科的结合起来。病人转移到这里来之后，将他的身体温度快速降低到18摄氏度以下，将他的血液置换出来之后，经过5到6个小时的手术和灌流，转移到程序降温仪里边进行程序降温。
这台设备呢是我们自主研制的，目前全球最大的一台程序降温仪，可以将人体从室温连续降到零下190°C。经过60多个小时的程序降温之后，将会转移到我们身后的这些巨大的液氮罐当中进行长期保存。其实死亡的概念也分好几种，包括了医学死亡、法律死亡，或者叫生物学死亡。我们只会关注一个最重要的死亡标准，叫临床死亡，就是医生宣布只是心脏和肺停止了脑部的功能，其他器官的功能仍然存在。5到10分钟之内，通过减缓血液的凝固，同时再进行降温，让这身体保持一个活性，维持在一个可以复苏的状态。I've participated in more than 80 cases around the world, but I think some of the very important ones were another case here in mainland China for Du Hong. 杜洪是参加人体冷冻实施计划的第一个中国人。作为《三体》小说的最后编审之一，他对《三体》里面的很多情节完全相信。杜洪整个转到美国过程中也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。当时中国既没有病人，也没有机构能做，我们6、7个身份就是志愿者，在病人和机构之间做一个牵线。当时能提供来中国的这个服务的美国的阿尔科，在阿尔科看来，仅保存头部效果比保存全身要好，才确定的最后仅头部的那个冷冻方案，75万人民币。被媒体报道出来是在9月下旬，大众的接受度也不是很高，到现在也，除非杜洪能复活，否则永远处在初级阶段。冷冻医学发展比较快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些创新，我们不损伤心脏，骨头嘛骨节嘛插管，筋头嘛筋节嘛插管，就能可以解决问题了，大概世界上最先进的。我走了以后需要保存遗体，包括我的爱人在内，我们2人都签字，相信自然科学，我愿意冒这个风险。前前后后接待的咨询者也有300人。中国有很多失独家庭，不一定是为了某一天的复活，他只是留下了一种希望，保留一个家庭完整的这么一种心理的寄托。他的伦理的争议是来源于未来，如果有一天这个病人真的复活，那他如何来面对未来的世界？美国媒体广播的一个新闻，田纳西州有一位小女孩出生，她其实是27年以前一个冷冻胚胎，在液氮里面保存了27年之后，被移植到一个女子的母体，成功分娩出一个健康的女婴。这对我们人体 DNA 保存提供了更多的科学依据。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心里肯定不行，上班坐办公室，下班回家自己坐那里一晚上喝1箱很正常，人就有点晕晕乎乎的，睡吧，那就睡去吧。连我们自己家的亲人都认为他没去世，去年才刚把碑给他立起来。我盼望的这个事儿是在我有生之年，或者我儿子有生之年能解决出来，他还有个联系的，还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的，这是最好的结果。到他去世，我马上就跟那个医院要签合同，我要成为志愿者，把我冷冻了。反正我跟我儿子早就说好了，我们都签了协议。等到真能解冻的时候，能解冻他的时候就能解冻我，我可以跟他一块去面对这个事儿。没有什么那么多的顾虑啊，跟人说的你啊自私啊，或者说我没有认为，那是你们认为的。当你看到你自己最亲的人躺那里，你无能为力的时候，你就看着他一天一天的这个生命往下数。你不经历这个事儿，你站在外面你说话，你永远不行。我们这一代人，没有任何人接受过死亡教育，这个东西有时候想想非常可悲的很。
现在心态更平和了，你把它冷冻了，它让你充满了希望，好好活下去，活得足够长，你就看得见。